永续是门好生意，大家好，我是商周的小管。今天要来做这道菜呢，叫做啤酒虾。啤酒的麦芽甜味和酒香呢，能够帮助虾子提升鲜味，而且做法非常简单。不过会做啤酒虾呢，是代表今天的主题是跟这个有关的哦。我们今天呢，就要来聊聊来自荷兰的百年啤酒品牌海尼根。你知道吗？海尼根其实已经在屏东设厂喽，在台湾就可以喝到全亚洲最新鲜、最纯的百年工艺啤酒哦。而且务必要买玻璃瓶装，因为呢，海尼根屏东厂呢，它会回收有数十万瓶的瓶子，让他们能够重新再回收25次。这不是单纯的环保口号，也不是什么公益回收，这是一门精算过的生意哦。今天呢，我们就来拆开海尼根的3层商业算盘。看完这个影片呢，你会知道3件事情：第一，为什么酒瓶可以用到25次呢？25次是怎么计算的？第二，海尼根为什么不是外包，而要自己盖厂、自己回收呢？第三，这套系统难道是别人都难以复制的吗？表面上呢，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循环经济的故事，瓶子清洗啊、消毒啊，再次装上新的啤酒，再回到市场。但是其实，在海尼根的盘算里面，这是一个能够同时解决3个痛点的商业模式哦。我们马上来跟海尼根在台湾的供应链总监 Peter 聊一聊。Hello Peter。Hi。大家可以看到，在 Peter 后方呢，其实这里就是海尼根屏东厂的现场。他们在干什么呢？我们问一下 Peter。The returnable glass bottl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sustainability program. First of all, this bottle consists of 70% of recycled green glass from recycled bottles. Heineken ensures that every single bottle which we bring to the market has the highest quality. And that means we have to make sure that every recycled bottle, reused bottle, is checked very carefully before we refill it in our brewery. And the first step is here in our sorting line, where manually a team of colleagues sort the bottles, and after that it goes to the filling line, where every bottle is washed, carefully washed so that it's completely clean. After the washing, it is inspected, both in the laboratory with a very high level. That's how it works with the recycling, the reusing of this returnable glass bottle. 好，谢谢 Peter。大家有看到吗？海尼根员工正在一瓶一瓶仔细的检查，看看瓶子是不是完善可回收。这个是我们自己的瓶子呢，还是别人家的瓶子？而且这个只是这整套回收系统中的一小步而已哦。后面呢，其实还有好几道程序来确保再生酒瓶是最佳的使用状态。Peter， 对海尼根来讲，这样做成本不会很高吗？有什么理由一定要这样做？ Yeah, the transition from producing our products in the Netherlands and importing it in Taiwan compared to producing it locally reduces our carbon footprint with more than 7,700 tons of CO2. Each bottle has a very specific specification in thickness, but also strength. Every single bottle is checked by a very specific high-tech machine if there are any defects. And if there are any defects not meeting our specifications, the bottle will be rejected. To use this bottle 20 to 25 times, especially for the young people. The new generation really considers sustainability an important factor. And we also believe that we should play our part in that. 你们知道吗？其实使用25次的瓶子之后啊，虽然不能够再装啤酒，但海尼根也不会把它销毁哦。他们会把它再制成很精美的小酒杯，像这样。大厨，你桌面有那个牙线要干嘛？这个是拿来剔牙，不是，是拿来弄它的肠泥。肠泥有一个诀窍哦，就是数到第3节，1、2、3，第3节的时候呢，把这个牙签戳进去它的肚子里面，然后，这条虾子刚好没有肠泥，我们再换一回。来，1、2、3，再数一次，很好，看到没有？这个肠泥就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做这个啤酒虾，这是中火嘛，哈。好，再焖个2分钟，然后我们再放其他的东西。第一，碳排。以前呢，全部是靠荷兰制造，所以光是海运就会多了7000吨的二氧化碳。7000吨的碳排是什么概念？就是你如果开车跑地球的赤道，你可以跑750圈。第二是成本，你知道新的瓶子的制造跟运输费用是非常贵的吗？召回大家哟。没有啦，还很好。他们还精算出重复使用这个瓶子达到20到25次之后呢，才是最划算的平衡点。
所以呢，少了浪费，减了碳排，还让啤酒更新鲜，这是一门3赢的生意算盘。但是海尼根为什么一定要自己投资盖厂，交给外包不是就好了吗？这个问题呢，我们来问问凯。Hello， 凯。我们海尼根到经销商、盘商，以及我们的热炒店到消费者，以及最后的物流回收段，每一个伙伴，我们共同做这件事情的根基是什么？那这个东西必须明确，而且是正向的循环，整个供应链回收体系才做得起来。必须要共好，这个策略才能够持久而且稳定。好，谢谢凯。那我也帮凯补充一点，就是其实回收瓶子不是收一收就好了，这是一条非常完整的产业链，有物流、仓储、清洗、再制，每一个环节都不可以缺少。那这些环节如果外包，其实都会有失控的风险。那海尼根呢，在这方面的付出，其实真的蛮超乎大家想象的。大家必须要有诱因能够加入，而且有兴趣去做，这样的永续策略才能够持续而且稳定。那我们的回收金，我们也非常有竞争力的是高于业界上2倍以上的一个回收奖励金。所以呢，海尼根选择自己投资盖厂买设备，还建立仓储跟清洗的系统。他们宁愿花比市场更高的回收补助金来做这件事情。那其实背后的核心目的很明确哦，就是要掌握关键资产，未来你才有议价权。那这样一来呢，其实就能对抗原料价格的波动了，而且可以确保每一支的瓶子回到自己手中，最大化重复使用的价值。而且凯，我想问一下哦，这样的回收系统是不是别人很难复制的？那海尼根的护城河是什么？是这样啊，海尼根是一个国际品牌，而且我们在台湾也耕耘了20多年。过去好几年来，我们建立一个足够大的一个量体，那能够支撑海尼根做这样永续的承诺并且投资。这样的一个投资跟我们长期的发展策略是吻合的，让我们更加有意愿能够持续的推动永续以及在地化的生意。Local production that enables us to provide to our customers the opportunity to react more effectively to changing demands in the market. Also enables us to, in future, to source also South Korea and Japan because they are quite close to us and we are very effective in reacting to their demands and supplying them with the volumes which they need in their market. So that is an opportunity for this brewery in future. Peter, thank you all. 好，哇塞哦，很香，是不是很香？哇，很棒哎 ，amazing！ 汤跟那个辣度结合在一起 ，amazing！ 我先吃一口。那你边吃边跟观众总结一下这一集的重点。哦，好，没问题。如果大家想要学习像海尼根这样做一套回收系统的话，总共有3个条件。第一个呢，是你的啤酒卖的量够不够大，意思就是你有没有庞大的销售规模来支撑你这个回收系统，不然如果做很少量的话，成本会太高。第二点呢，是你的品牌够不够力，没有品牌号召力呢，通路跟经销商其实不会愿意配合你的啦。第三是钱够不够多，因为整套系统呢，从物流到设备，投资金额对小厂来说呢，其实是天文数字。所以要同时具备这3个条件的门槛其实非常高。那如果是小的厂商想做呢，其实也没有办法。一支瓶子呢有25次的生命，看似回收成本很高，但省下的东西其实更多，减少碳排，可以自己打造低碳的竞争力。所以啊，当有序变成生意的一部分，它就不是额外的成本，而是你的护城河。如果喜欢我们，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是主持人小管，有趣是门好生意，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